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猛兽侠系列 BB09鹦鹉回音抱手。这次回音抱手的包装风格和往次不同，变成了类似万能侠那种横版包装，而且透明开窗展示的也是角色本体。拿出万能侠系列的包装做一个对比，发现确实是尺寸相同的。再拿出之前猛兽侠系列的包装做个对比，差异一目了然。而且说明书的印刷方式和排版形式也和万能侠系列比较接近。说明书透露给我们的信息 ，BB09 和 BB10其实是同一款模具，那么它们的说明书是共通的。然而，包装盒背面有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，由于成本的上升，可能收纳盒以后都需要另行购买，不再附送了。万幸，我最喜欢的角色卡在猛兽侠系列还是有所保留的，真的担心它被取消了呀。从盒子里刚刚拆出来的回音抱手是一个收翅和收尾翼的状态，从正面看上去，怎么显得眼神还是很凌厉的呢？红蓝相间，再点缀一点黄色提亮，真的是非常经典的配色呢，让我想起了擎天柱大哥。回音抱手的翅膀收纳非常漂亮，你可以只把这个关节折起来，变成一个我是小小鸟模式。短短的小翅膀有没有萌萌哒的感觉呢？接下来才是翅膀设计最帅的地方，将翅膀根部向外翻，然后捏住下方向上推到顶，然后再捏上方向内翻折到顶，这样翅膀就变到最大了。尾翼部分是上下两层插接在一起的，抠开之后可以变为3片，展开之后就变得非常漂亮了。拨动下巴这里就会发现张嘴的幅度也不小。这次虽然没有附送收纳盒，却附送了一个收纳盒互动的配件，还好我之前专门为它准备了一个零售版的收纳盒，将这个配件对齐形状直接扣在收纳盒的侧面，就完成了一次安装。回音抱手的足底有孔洞，刚好对应这两个凸起安装，于是就可以摆出一种稳稳站在树枝上的感觉。回音抱手缓缓张开翅膀，果然翅膀张开之后非常有气势。由于脚底连接的很稳，欢快的单腿站立也是没问题的。回音抱手变形开始，首先捏住这里，拔开胸腹连接的插栓，然后将腹部零件向下翻到底，腰部整体旋转180度向后，左右的2片尾翼分别翻折到下方对齐，捏住两侧将上方尾翼下按插接在一起，闭上嘴巴将头部按低，将头部整体翻折180度打平，将下方这一条上推平，然后这2块插接在一起。腿的膝部关节先弯成90度，然后前抬，再沿根部的豁口向侧方放平，尾巴部件向上翻折180度插好，将脚尖向上窝折90度佛平，然后整个脚部旋转180度，翅膀通过双动关节回推对齐成这个形状。翅膀向前翻折的时候，将脚尖和这里的形状对齐，最后向前翻折翅膀尖部，然后将这里的插栓插好。简单调整之后，回音抱手变形完成。最后将回音抱手装入另外购买的收纳盒，